哎，我索性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。反正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樊郎的骨肉，他们伤了樊郎，又差点害死我的丫头三娘，也不差我们娘俩这2条命。船夫，少爷，有人落水了！落水了！你们看见了吗？在哪儿啊？那边，在那边，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哪儿了？三娘，那儿有人！三娘，看，那是我朋友，快帮我去救救他！已经是死人了。对呀。不行，等一会儿，这是我朋友。别动，一会儿都能过去。对呀，小心点儿，危险！慢点啊！什么事儿啊？小心点啊！不去就回来。扶他回房间，用暖炉烤一烤就好了。太好了，慢点啊！来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，搭把手！小心点啊！看着点，慢点。船老大已经发现我了，我得找靠近岸的地方跳船。不行，你伤口又崩开了，不能跳船。我想办法，你先躲躲。郑爷，我想着来谢你，你干嘛老躲着我呀？赵娘子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您那位朋友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官府的告示想必你也看了，这年龄、相貌、口音、武功都对得上。哎呦，我们跑船的，也不指望着应了悬赏去发财，只盼着别落个窝藏的罪名啊！什么来历你别问，总之他不是什么盗贼。你要是想报官，这辈子就别想在这河上再跑生意。哎呀，赵娘子说句狠话就想吓唬我，想我郑老三能做到今天的位置，也不是个胆小的吧？等等，
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他姓萧名凡，是史相萧相公家大公子，来钱塘游历之时，拥有了白首之约。只是彭城郡王有个远方侄子看中了我，硬要纳我为妾，我们这才偷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索性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。反正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樊郎的骨肉，他们伤了樊郎，又差点害死我的丫头三娘，也不差我们娘俩这2条命。我说那位相公怎么那么一身好本事，原来是位衙内。哎，小人什么都没看见。我保证，这艘船上所有的人，没一个敢多嘴的。多备些清粥小菜来，樊郎这几天胃口不好。你不会都听到了吧？真的。我是吓唬他的，你别在意。上药里的天风散和天王精创丹你都有用过，里面的白毛女子有了极易化态。我听听你的脉象。来。我不是刻意要消遣你啊，那2味药孕妇真的不能吃。你别胡说。你难道不是怀了欧阳的孩子，所以才那么着急要去东京找他吗？我没有。你少胡说八道。那你若是再是女，怎么能跟别人说你有了别人的孩子？我不是都跟你说了，在骗船老大吗？事出从权，你懂不懂啊？你可是个皇城司哎。三娘是我朋友，你为了救她暴露了行踪，我编2句话骗又有什么呢？而且再说了，我又没有说是别人的孩子，我不说是你的孩子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只跟船老大说了，别人不会知道。所以说别人不知道是你的孩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总之就是别人。哎，行，我认点倒霉吧，是我的就是我的。占我便宜，顾千帆。我莫名其妙就当爹了，不应该是你占我便宜吗？我这是在救你啊！难道不是我救你的朋友在先吗？三娘，你醒了。盼儿，我在哪儿啊？吓死我了！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盼儿，傅新贵，他把我休了。子方也不要我这个娘，我连夜赶了马车，想回德清娘家。回到村子里一看，娘家的房子早就塌了。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跳了河。傅新贵他骗我说把子方过继出去是做个幌子，我就信以为真了。没想到被我撞破了他和陶氏的私情，这对奸夫淫妇，那么好了，至少有大半年了，他们还打死都不承认。傅新贵还说嫉妒、蛮横、不敬夫主，重伤妯娌，当场就给我写了休书。我当然不从啊。那个陶氏给了族长好处，他们就硬逼着我按手印。后来子方他也跳出来了，他却说他爹跟陶氏绝对是清白的，说陶氏待他极好，我不好，说我平日里只会打骂他们父子，
逼他用功读书，说我不是个好娘亲。他说他恨我，他宁愿认陶氏当娘，他也不要我。我难产了2日才生下来的儿子。我穷的时候，我宁愿自己厄运过去，我也不能断了他一口粮的儿子。他说他不要我，他说他不要我。他打我骂我，我也认了。哎，傅子芳他，我亲生儿子，他居然只认陶氏当娘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怎么没意思啊？你叫孙三娘，又不只是叫傅子芳他娘。你为人仗义和善，做的一手好果子、好菜、好汤水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你贤惠善良、乐善好施。再说了，这天下就没有不认爹娘的孩子。子芳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嗨，10多岁的孩子，最是贪玩的时候，8成是那个陶氏拿什么好吃好玩把他给哄骗了，才说那些糊涂话。不是的，子芳她说不是一时气坏，她就是讨厌我。我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我的。她说她讨厌我，就是讨厌我老是让她读书嘛，讨厌我总是想让她给我挣凤冠霞帔的。这我有错呀？我肯定有错，我肯定是上辈子造了孽，这辈子老天爷才会这样的罚我。那个傅新贵哦，他娶我的时候穷得连聘礼钱都给不起，是我天天替人杀猪，一没钱的同情人给他攒，我攒了2年我才凑够了1贯，这1贯钱我全拿给他，去当做生意的本钱了。他现在富贵了嘛，他就翻脸无期忘恩负义，他忘了我2年给人杀猪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呀？给他生了一个这样的孽障，我早知道我这辈子是来受苦的，我干嘛还要活着？我干嘛？他现在太虚弱了，不适合那么激动。从夜里醒来就一直这样了。脉象很平稳，不像是有暗伤，倒像是大悲大喜之后的骤然失魂之症，得尽快找大夫，不然就算活下来，也多半是痴呆。那我找陈老大，让他靠岸，带他下船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呀？站什么呢？少爷，我这是做小买卖的。是本地人吧你？是。啊，行，等一下，走吧。过来。你还是在船上待着好，到处都是你的海捕文书，干什么呢？万一再被认出来呢？人是我救上来的，总不能看着他出事。我们既然是私奔出来的，让你一个人带着丫鬟去看病，成什么样子？大悲所致的离魂症，心脾两虚，自然心无所依，身无所归。老夫这就为他施针，至少能让他先把药汤喝下。有劳。哎，你要不要在这儿把伤也一起看了？这里未必安全，等到三娘能开口喝药了，我们就立即回船上去。
现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2件事，第一，此方中本来应用犀牛角，但此物太过名贵，我这里也没有。若想病人尽快恢复，你们还是要去西街的归元堂买犀牛角为佳。犀牛角？那得多少钱？7天的话，至少得20贯。那第2件事呢？此病随即受风移动，你们离开此处最好赶紧寻个客栈住下，至少得把这7天的药用完。7天？可我们着急赶路呢。那这位娘子是生是死，可就不好说了。你随便找个客栈把我们放下吧，不用等我们了，直接上船，让人送你去接头的地方。要是在顾雨泉赶不到东京，你就不担心欧阳旭成了道家女婿，舍得吗？舍不得有什么用？还是三娘的命要紧。大夫说了要静养7天了。还啰嗦什么？上车。就是他们，在那儿，马车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快！站住！我不能再跟你们走下去了。玉，你跟三娘先走。顾剑飞，顾剑飞，顾剑飞。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。手给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没事你就起来呀。不是我不想起来，我刚才闪着筋了，再加上之前手有伤，我现在动不了。
哎，你为什么要回来找我？你只说让我先走，又没说在哪儿汇合，我当然要回来找你了。你傻呀？万一跟官兵碰个正着，不是白跑一场？你才傻呢！就你现在这一副弱柳扶风的样子，我不回来救你，你早死了。三娘，三娘。 哎呀，人醒了就有办法了。起来！哎，小姐，啊，你笑什么？天正蓝，风正清，我们还活着，三娘也能动了，能不开心吗？那接下去我们怎么办？回去。你没听说过灯下黑？ 哎，你傻呀？啊，这是当官住的地方，那进去的一定是官爷，海盗一定不敢呐。里面请。这是客官的告身。小人丁忧届满，回京候选，还望你安排一间房舍，供驾此休息。好。来，楼上去。 可有针线？我们需要缝补衣服。稍等。那张告身文书做的可真像，是不是皇城司每个人都有几张？顾千帆也不是你这面吧？ 你怎么知道很像呢？你还见过别的吗？见过啊，我小时候。不管是名字还是告身，都是真的。客官，你要的针线。我虽然骗过很多人，但是我不想骗你。 这是干嘛的？刚才那个大夫让我们买犀牛角，我觉得太过于打眼了。我怀疑他是为了要赚钱，所以故意夸大三娘的病情。我想让他试试针刺，或许可以帮助他化解淤血。能管用吗？我在皇城司审问犯人的时候用过。 能行吗？你别在这待着了，我怕你看了以后又不忍心。去那边待着吧，啊。他已经醒了。
你醒了。今天谢谢你了啊，辛苦你。真是破了天荒了，竟然有人为这种事情来谢我。剑可杀人，亦可救人。你今天笑了2回，也是破天荒了。我刚才有笑过吗？过来喝茶。敢对我这个皇城司指挥使无礼啊！小心我严刑伺候你。严刑就严刑，又不是第1回了，还怕你不成？别走！不是，三娘，三娘干嘛？他是坏人，他被官兵追，通缉令上有他的脸。我回娘家的时候看到过，他刚才用针扎我，他还要对你用刑呢。哎呦，三娘，哎，这是个误会，你赶紧把药拿来，三娘，我药包。给我。就算是个误会，咱们也得赶紧走。他可是皇城司的人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心狠手辣的？咱们也得快点跑。他救过你，不能这么走。我们要是这么走了，万一被官兵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他是侵犯，万一连累了我们，你以后怎么嫁欧阳旭啊？管他是什么侵犯，什么皇城司。我现在就当他是我朋友。他虽然不说，但是我心里知道。你看这么多官兵追他，你就知道杨府命案背后的势力不简单。他既然能够甘冒风险，应承我去查出真相，我们就不能弃他不管。可他当初刚见你的时候对你那么坏，你能相信他吗？你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。那我信他。我不跟你说了，反正你向来都比我聪明，我听你的就是。你现在既然醒了，就慢慢振作起来。被傅新贵骗了10年，总比被他骗一辈子好吧？有些人就是表里不一。你看那个郑清田郑知县，要是不出杨府命案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。你再看看顾千帆，一开始我恨死他了，可这几天我发现，我真觉得他是个好人。哎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对不起啊，三娘。哎，算了，我怎么会跟一个病人计较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郑清田的？你说伤你的是宁海军的都头，可刚才追杀我们的，分明就是秀州兵马都监属下副册的人。两边的人自吴越国时就互看不顺眼，怎么会轻易帮忙？我就想到了下海捕文书的钱塘县令。他一口咬定你是个海盗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再加上你说的灯下黑，一个钱塘县令怎么可能把手伸到秀州来？杨运判身为6品，
他们说杀就杀，谁知道背后有多大利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敢用真名住店吗？因为我还在怀疑一件事。刚才我已经把我的行踪用飞鸽传给了离这里最近的黄春寺驻点，我倒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。咱们得换个住处。憨儿，我买了这个，好看吗？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嗯。您看啊，您这么漂亮，配着火山壶啊，最好不过了。官人，要不给你家娘子买一只吧？啊？好。哎，官人慢走啊！皇城寺里难道也有他们？应该职位还不低。船老大为了怕受牵连，一定不会报出你的名字。你现在才耽误了1天，如果改走陆路的话，找一个好一点的镖局，过雨之前应该可以赶到东京。这点金子你拿着，就当个盘缠。不行，你现在单枪匹马，要是我们都走了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不是一个人，你忘了？秀州皇城寺下典的主官万喜，跟我是过命的兄弟。那你要是在遇到他之前出事了怎么办？要不然我们还是送你过去吧。我一个人反而更方便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在皇城寺的外号叫什么？我叫火影，我不点头，哪层地狱来受？野比，三娘，三娘，赵娘子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啊，赵娘子，求你快去救救我家姑娘吧，她被周氏害了。什么？眼看就快要活不成了。刚拜完堂，她对姑娘还算温柔体贴，可到了华亭县，就突然上了岸，说自己的旧疾犯了，需要休息，去不了应天。第2天就说要用贵重药材，问姑娘支钱。姑娘先头还给，后来就觉得不对，我悄悄去打听才知道，华亭县根本就是她的本宅。姑娘问她，她就发了火，说生意不好，让姑娘别管那么多，硬是逼着她从嫁妆里拿出500贯出来支应。不给就打。满章的嫁妆都在我那儿，他哪来那么多钱？是没有。姑娘本想等你气消之后再慢慢问你要，又怕出嫁的时候不好看，走的时候就让人弄了些石头，罩上锦缎，装了10来个箱子。这么蠢！现在能救姑娘的就只有你们了。我是前天被卖的，那会儿，姑娘已经被他打得起不来神，关在柴房里等死。还家离这多远？不远，就在离这50里开外的华亭县。顾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走之前，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？又想救人是不是？把一个已经成亲的女人救出来，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啊！你不想在顾以前赶到东京了？尹章比欧阳旭重要。如果真的赶不上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能不能再借我一点钱？你要多少钱？起码10两黄金。
我哪有那么多钱？你有。在船上你晕倒的时候，我在你身上摸到过2大块黄金，你给我的金子就是这上面的钱。你居然……不行，这个东西对我至关重要，我不能给你。算我求你了，我以后一定还。不是我推脱，我是真的不能给你。那我有件东西，跟你换行吗？你在杨府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在找夜宴图吗？那张图的真迹在我手上，只要你借我钱，我就把画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夜宴图的真迹在我手上，画是王矮所作，5尺绢表设色，临表用的是紫鸾雀锦，檀木空轴，画上是西川路转运使薛阙的夜宴之景。主人居中，客人居2侧，有歌舞鼓乐，吃的是骆驼峰，跳的是胡旋舞。我的茶坊以雅为卖点，所以颇有几幅名家字画。这幅画就是客人欠下赌债拿出来变卖的。杨运盼也喜欢字画，去年在我那喝茶的时候，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画，3番5次的找人向我介绍，我得罪不起，就找师傅仿了一幅给他送了过去。他也分不出真假，还觉得我懂事，不然我也不敢为了尹章擅自离越级的事儿向他讨人情。皇天厚土在上，我说的话，要是有1字虚言，就叫我重堕贱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尹章的姐姐因我而死，她现在落入这番境地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我需要很多钱才能救出她，骗过周舍。你那幅画现在在哪？那幅画我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没有带出来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这就是你摸到的那个金牌。我是因为实在没有盘缠了，所以才切下一点边角当盘缠。我不是不舍得给你，而是因为如果我给了你，我就没有任何凭证可以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上好的和田玉，你拿着它，至少也能换200贯金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赵盼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夜宴图在你手上的事，你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这幅夜宴图会带来的麻烦，比杨府几10口人命来的更大。听清楚了吗？你自己多保重。你也保重，要不然我的钱也没法还你。对了，你去东京，我怎么找你啊？周桥南桥口有一家王记铁铺，如果你看到门口挂着红色的旗幡，你就进去找老本，买10根银针，他自然会带你来见我。如果你一直看不到旗幡挂出来，这钱就不用还了。
站住！身上有血迹，快来！你是何人？身上从哪儿沾的血？小的给张屠户抬过猪，所以身上会沾了点血。啊，对了，张屠户还给小的一块猪肝呢。来，去！是你！别吓我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把刀扔了，扔远点儿，扔远点儿！把裤腰带脱下来，绑住对方的手。这，你也脱。你是哪个衙门的？小的是宁海军的都头。卑职遵令，已经搜索2个时辰，仍然没有找到顾贼的下落。卑职有个想法，他会不会胆大包天，走海路绕儋州进京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卑职请命，只需2人轻骑，沿海边搜寻。听说那顾贼十分凶残，抓住以后，可少了。是。兄弟，你也小心。等等，啊！十分相似，带去审审。是。哎，我像吗？哎！这前面已经没有查验的关卡了，您能放过小人吗？放你回去报信。我保证什么都不会说的，到不了大说我买包蒙汗药。您亲眼看着我吃下去，到时候我睡上7、8个时辰，您老早就天高任鸟飞了。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我很凶残吗？我求您放过小人吧！小人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4、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我实在惹不起麻烦呀。4、5个嗷嗷待哺的孩子。不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7。何时成的亲？身体够好的呀。我这不是为了能让您高抬贵手，才顺嘴这么一说吗？我14岁就被拉出来从了军了。我家就有这么1根男丁独苗，您能狠心看着3个女人孤苦无依吗？哎，把门插上。啊！你若再敢啰嗦，我下次就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同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让你说。我叫陈莲。是谁下的密令要追杀我？这我真不知道，我就看那个密令外头封的是800里佳节的火期，可到底是哪路神仙要对付你，我真摸不清。您受伤了，要不我帮您上药？不用啊。这火烧壶可真是难得啊，不愧是上等的南洋货。南洋货，
对啊，这几年从南阳来的好货可真不少，这价钱也比以前便宜。小人的娘亲就有一套这样的头面，不过没您这只好。今日官家有旨，此后凡爪哇、真腊、三佛齐诸商，唯许广州市舶、晋、闽、广传之；商贩两折山东。火山湖，上好的南洋湖，卖的比之前便宜。顾千帆，我会努力，也愿你逢凶化吉，遇难筹降。最近的市舶司在哪里？杭州。市舶使又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按照朝廷惯例，一般不都由钱塘知县兼任此职吗？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，明天一早陪我去趟海边。您这个火山湖是抢来的还是买来的？要不您卖给我，我肯定不让您吃亏。我们茶坊啊，风景最好，港里头那些南洋国商船啊，都看得清。哎，小二，上你们这儿吃饭的是暹罗人多、倭国人多，还是南洋那边的商人多呀？都有。哦，哎，那个，这个桌的一模一样的来2份啊。好嘞。这市舶税好像是以5成计的吧？你说这要是20多条船里边有3、5条是不走明账的南洋商人，这管税的人岂不是赚大发了？你问这么多干嘛呀？真想当我的同党啊？想。昨天啊，您把火山湖差子收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您那块石头金牌了。原来你是皇城司的指挥呢。我也不蠢，听您昨天那么一说呢，我也琢磨过来了。居然敢违反朝中严令偷开官禁，那这钱塘知县真是胆大包天。那个指挥，能不能商量个事儿啊？你说咱们反正也是不打不相识，您能不能给人家一个机会，让我跟着您为朝廷效个忠啊？不怕拖累你们家那几个女人啊？我可是钦犯。钦犯？您别逗了，您这样的大英雄怎么能是钦犯呢？哎呀，我也跟您透个底儿吧。其实呢，我也是东京人，只不过跟着上头被调到这个破地方，成天的吃米吃鱼，我都快疯了。我现在天天都是想着我娘蒸的馒头，我大姐做的面条，还有我二姐炖的羊肉。指挥，我要是能跟着您进皇城司，哪怕是当个打杂的，那也好啊。就为了吃面食，你愿意跟着我当钦犯？啊！我现在能把真心挖给您看呢。行，先拉倒。我给你个机会啊！看到那边那个人没有？悄悄地把他给我弄过来，记住啊，不要打草惊蛇。
你说伤你的是宁海军的都头，可是刚才追杀我们的，分明就是秀州兵马都司属下府所的人。两边的人自吴越国时就互看不顺眼，怎么会轻易帮忙？我就想到了下海捕文书的钱塘县令，一口咬定你是个海盗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刘指挥，打完了，49钱一钱不少。你还记得我？还敢冒认自己是宁海军的人？下官是陈德伟伟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县里郑经典逼我干的。指挥您高抬贵手，饶下官一命，饶命，饶命！像这样的珊瑚柴，是不是从司泊在码头的那些爪哇商人那里流出来的？是，这也是郑经典吩咐的。他说，1两东楼香从广州贩来，卖3、4万块，要有1半的市舶税。如果我们就要应了单方，只问他们要1万，南洋贩商会更愿意在杭州停泊。你们每年能从这样的生意里边捞多少油水？没弄多少啊。我说，20万多，20。说，郑经田买通了朝中的哪些官员？还有，又是皇城寺里的谁泄露了我们的行踪？下官不知，不知，不知。下官真的不知，只知道是为经理的内官，还下了各场无人的令。郑经田在这件事情上面花了多少钱？20万块，全是折了经营部的气，非飞哥送我经理的。郑经理说了，你要是告而遇见，我们都是死路一条，只有花这么多的钱才能买一条活路。官家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往后将来必定大权在握。可惜朝臣之中，他只信任萧其言一人，只盼这回能替他解决了这件案子，我家也能做了他的亲信。司公都说圣人的密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那到时候，是不是也得把顾千帆？你就那么恨顾千帆吗？他的官升得比你快，可那是他拿命换来的。卑职哪是为自己？卑职只是看不惯他心里从未尊敬我。上回静侯那个案，人都吩咐过要我干。行了，大不了到时候再按你说的办。指挥，只要魏维说的是真的，那罩得住点侠官多半也靠不住啊。毕竟现在整个皇城司都听雷静的号令。别人靠不住，但是万劫不坏。整个皇城司里，我最信得过的就是他。他是你兄弟？生死之交那一种。现在外面所有的人都想追杀我，只有他才能把我安全地护送到东京。行了，你走吧。我知道你跟着我就是想进皇城司嘛。但是眼下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希望了。你还年轻，不要因为一时意气，白白搭上一条性命。指挥，走。
千帆，哎呀，哎，那么大酒气，一个人别喝那么多酒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活阎罗，哪那么容易死啊？我看到寺里发来的密令，到处都在追捕你啊，还好你没事。兄弟，你怎么就得罪了司公？先不聊这个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想看看那份密令的真伪。我这就拿给你。哎呀，哎，你这酒是真不错。接住！没想到我的命那么值钱，20万块。你现在如何打算呢？是回京向司公解释，还是索性流亡？我知道一个法子去扶僧，钱和行囊我都替你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走。来，来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吃过饭吧？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去，马上就好。中毒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司公严令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皇城寺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可我和你不同，我有家有口，如果我帮你逃亡，我全家都得死。